你好，我是 Alex 阿里。我们昨天呢刚刚讲到了这个韩国三星集团呢会在2023年上半年出来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那么今天韩国呢就开始出现这个新闻，说限制5大加密货币交易所了。另外呢，我们今天视频呢再补充一下三星进军交易所的一些潜在的利好的因素。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要聊到的内容啊。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聊一下这个 DeFi 业务啊，刚刚通过投票的去中心化的债券服务，也就是 DeBond。这将对整个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三部分，我们继续聊以太坊升级合并的事情啊。那么这部分内容会包括美联储加息的一些分析，以及链上数据对比特币和以太坊未来市场走势的一些分析。好，我是 Alex 阿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啊，8月25号。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韩国5大加密交易平台这5个呢分别是 Upbit、Bithumb、Coinone、Cobit 和这个 GoPex。计划呢从8月28号起限制以韩国用户为对象但进行未申报非法营业行为的16家外国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存取款业务。那么这里面就包括 KuCoin、MEXC、CoinXZB 等等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在为这个三星铺路啊，在为韩国本土的交易所铺路，将这些不符合韩国的法律条款、不合规的交易所呢，就改得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再想办法打压一下其他的合规的交易所。那么这样三星在上线交易所就会顺利的收获一大批的优质的客户。另外呢，今天有个韩国的博主分析说，按照三星手机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占有率啊，那么将来三星手机很有可能会将自己的交易所的软件内置在手机里面。我觉得这个猜测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啊。那么根据三星的尿性啊，那么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会这么操作。我之前也用过三星手机啊，大家用过的也都知道，确确实实这个手机内部有很多内置的软件啊，非常非常的流氓。但是呢，三星可以通过手机和交易所捆绑的形式进行销售，你也拿它没有办法，对吧？如果说三星说奖励使用三星交易所的所有的人啊，比如说你只要注册了，我就送给你我三星交易所的平台的代币，或者是说我送给你价值10美元甚至50美元100美元的比特币，甚至是说我给你这个 NFT 的这些各种的头像。那么这些大公司只要他们想做这些事情，那么抢占市场份额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办法的。对于我们来讲啊，那么我只想看到更多的人进场，了解这个市场，热爱这个市场，并且呢将这个场外的资金呢转到场内，那这就是对所有加密行业最大的一个利好。那么三星之后还有苹果手机啊，苹果公司，我们都知道苹果的很多高管呢都是手里面是持有比特币的，他们不是没有进场，不是不了解比特币啊。那么全世界的富人早就开始布局比特币的资产了。如果说苹果公司在将来的这个 Apple Pay 里面呢也加入这个加密货币支付的一些元素呢，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今天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啊，DeFi 领域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突破，由 DeBond 提出来的 ERP3475 提案已经获得通过。该提案制定一种新的 API 标准 ERC3475。那么这个 ERP 呢，允许创建具有抽象链上元数据存储的代币化的凭证，使每个债券类别 ID 代表一个新的可配置代币类型，并对应于每个类别，使得发行具有多种赎回数据的债券成为可能。在 ERC3475 标准下，可以创建传统债券和金融的衍生品，比如说期货和期权啊。那么上面呢有一点拗口，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DeFi领域呢将传统金融业中啊所有的这种业务的空白都复制到了这个加密的行业。那么我们都知道，传统金融行业里面的产品有债务、货币有这个票据和股票衍生出来的合约期权和期货。那么 DeFi 在这几年的发展中啊，几乎呢将所有的传统金融领域的，比如说这个银行存储啊、借贷啊、基金和保险都涵盖了，唯独呢是没有去中心化的债券的出现。那原因呢就是 ERC20 呢不能作为去中心化的标准和协议，而现在这个 ERP3475 它就完美的解决了有关的标准和协议的这种痛点，推动了去中心化债券呢顺利进入 DeFi 行业。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啊，意味着传统金融行业已经全部复制到了加密行业。那么之前我们总是听大家聊这个元宇宙啊，元宇宙也是要将现实中的元素复制到元宇宙当中。那么
如果我们将加密行业看成一个元宇宙的雏形的话，那么金融领域已经做到了全部的复制。那么相信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去中心化的债券的进入将会给整个加密行业带来非常大的流动性。2021年 DeFi 的发展呢是出乎所有传统金融领域的意料之外的这些公司都没有想到 DeFi 会抢占他们的市场的份额，很多金融公司也是瑟瑟发抖。那么再不进场呢，他们可能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债呢是决定很多经济指标的一个因素，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也是非常的可观的，很多基金公司都会配置美国的国债，国债呢也是债券的一种，但毕竟国债是跟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是绑在一起的，一旦一个国家出现了不可控的因素呢，那国债就面临着一些风险。我们今天提到的去中心化的债券呢就不一样了，它不存在这种国家的风险的因素如果说将来这个收益率也能做到很不错的话，很多基金公司就会相继买入这种债券甚至是会发行这种债券，那么就会有一个联动性，就会有一个资金的流动性在里面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聊今天的第3个话题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链上的数据这张图片呢显示出来是目前的 ETH 矿工手里的余额达到了3年来的最高的水平。那么目前所有的矿工手里面的 ETH 的总的份额呢是255456个。那么所以说即便是这个以太坊提前合并矿工联合起来砸盘，那也就是这25万多个，也是力量不足的那么理由呢也是很容易理解我们都知道每年这个 POW 产出来的这个 ETH 都在500万个这种数量级那也就是说矿工几乎呢他们不囤 ETH挖出来呢就卖掉，每年的抛压呢都在400多万个，所以说合并之后这一部分的这个抛压呢它就没有了POS 之后挖出来的 ETH 还会继续去质押再去挖矿，那么这样呢才会产生复利，这一点呢大家都很容易理解那么目前呢以太坊的这个合并的总体的进程呢是非常稳的昨天也传出来消息9月6号会提前合并那么理论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了，那么我们所期待的小牛市会不会随之而来呢？我们接着来一下分析那么下一张图呢就表示目前所有交易所内的比特币的余额达到了4年来的新低，那么目前呢是只有230万个比特币，换句话说狗庄手里也没有多少筹码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么还有一个数据根据这个 Arcon Research 的这个数据统计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就是 CME 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币的期货合约也就是这个近月期货合约的它的期货的基差出现了大幅的现货溢价，达到了负的 3.36%。 那么此前的历史低点呢是发生在2021年的7月份，随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轧空大家都经历过这段时间了所以说很多人期盼着这个狗庄的砸盘再砸一个低点砸到15000，那他也要有筹码嘛，对吧？那么现在他们手里面出现了没有筹码，甚至出现了会挤压这种空头的现象出现，也有很多人都将这个明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呢看作是市场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这个转折点可能会提前出现，可能会在他的讲话之前就会出现那么目前市场上很多人的分析呢是鲍威尔不会讲太鹰派的话语昨天咱们视频也讲了，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放水了，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大宗商品已经出现了降价，油价也出现了下降，房屋销售出现下降，很多公司开始裁员，美联储呢一定会受到了这种来自于白宫方面的压力。那么明天的讲话呢我觉得应该会偏温和那么如果说这个调一定下来，市场呢就会有反弹，但是要记住那么狗庄目前手里面筹码不多，他们要抢占这种便宜的筹码说明这种聪明钱在短期内还会再次有大量的抛售出现。如果说你跟不上节奏，出现了追涨杀跌的现象，就会被洗得很惨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美元指数在昨天的时候触摸了一下7月14号的这个 109.2 的新高，但是呢没有继续突破这个新高紧接着就开始回调了。我们说过美元指数高意味着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不去，很多专家都说这个美元指数会在下半年开始周期性的回调这也是我们开心看到的一个事情那么就意味着比特币会有一个反转了总之吧，让我们静静的去等待明天的这个市场的动态。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如果你感觉呢对你有所帮助，对你的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啊。如果说你对我的会员群的这种10倍的项目感兴趣啊，或者是说对这个我对给你去讲解手把手的去带你去讲解进入这个币圈的感兴趣的，欢迎你通过视频下方的缓冲群的链接呢找到我或者是助手办理入群的手续。让我们下次再会，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